我在瑞士打零工，看见车间里一台机床有异响，就随手修了一下。3天后发现整个公司的技术专家全赶过来了。这不可能！一个打零工的中国人。技术总监穆勒的声音在车间回荡，他死死盯着手中的检测数据，脸色铁青。数据确实如此，穆勒先生。车间主管克劳斯递上另一份报告，声音发颤。就是3号机床，那个中国临时工听到异响后，随手调了几个参数。随手？穆勒猛地抬头，眼中满是震惊。你是说，一个连图纸都看不懂的零工，动了几下螺丝，就破解了我们研发部3年都没搞定的核心技术？就在3天前，他说声音不对劲，就调整了一下。克劳斯擦着额头的汗。声音不对劲。穆勒喃喃重复，手指关节发白。窗外5辆黑色奔驰驶入厂区，车间的空气瞬间凝固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总部的技术专家团全体出动了。而那个引发一切的年轻人还在角落里擦拭工具，浑然不知自己已成为整个集团的焦点。欢迎您来到若若爱分享，我们恭候您的光临，祝您生活愉快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篇故事的正题。陈默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30岁这年站在瑞士的一家精密机械厂里打零工。喂，中国小子，麻袋扛到3号仓库去！工头汉斯冲他吼道，粗糙的德语夹杂着浓重的方言。好的，汉斯先生。陈默弯腰扛起一袋50公斤的零件，脊背瞬间被压得弯下去，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，浸湿了灰扑扑的工作服领口。车间里的温度接近35度，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的味道。陈默咬着牙把麻袋扛到仓库，放下时双腿几乎抖得站不稳。累了。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。陈默转身，看到车间里唯一对他还算友好的老工人，60多岁的弗兰茨正倚在门框上抽烟。还好。陈默擦了擦汗，勉强笑了笑。你小子学历那么高，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受罪？弗兰茨吐出一口烟圈，眯着眼打量他。没办法，签证快到期了，得挣钱续签。陈默苦笑，再说现在找份正式工作太难了。弗兰茨啧啧2声，听说你在国内是学机械工程的？本科机械设计，研究生精密制造。陈默说这话时有些落寞，不过出国后发现这边根本不认国内的学历。面试了10几家公司，一听是东方人，连简历都不看就拒了。这帮混蛋傲慢得要命。弗兰茨狠狠地吸了口烟。你看那个克劳斯，车间主管，整天鼻孔朝天，以为自己多了不起。他懂个屁的技术，就会欺负临时工。别说了，被听到会被赶走的。陈默压低声音。怕什么？老子干了40年，他敢赶我？弗兰茨不屑地哼了一声。对了，你听说了吗？3号机床又出问题了。陈默愣了一下。3号机床？就是那台 CNC 5轴联动的。对，就是那台。弗兰茨摇头，昨天开始一直有异响，技术员折腾了1天也没弄好。汉斯现在急得跳脚，上面催得紧，说这批订单要是延误，公司得赔一大笔钱。第2天一早，陈默照常来到车间，刚进门就听到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从3号机床那边传来，像指甲划过黑板，让人头皮发麻。停！快停下来！克劳斯的吼声响彻车间，再这么搞下去，整台机器都要报废了。陈默远远地看着3号机床周围围了一圈人，技术员托马斯满头大汗，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，脸色铁青。克劳斯先生，我真的找不到问题在哪儿。托马斯声音都带着哭腔了，参数都是按照标准设置的，没有任何偏差。没有偏差？那这鬼叫声是哪里来的？克劳斯一脚踢在机床底座上，明天总部要来检查生产进度，你让我拿什么交差？要不申请总部派技术支援。托马斯小心翼翼地建议。派支援？你知道一趟要花多少钱吗？克劳斯气得脸都红了，到时候不光你要被炒，我这个主管也得滚蛋。陈默站在远处，听着那刺耳的异响，眉头紧锁。
别看了，干你的活去。汉斯从后面推了他一把，技术的事不是你该操心的。陈默应了一声，却忍不住又多看了几眼那台机器。午休时间，车间里的人都去食堂了。陈默找了个借口说胃疼，留了下来。他悄悄走到3号机床旁边，仔细观察着。这是一台瑞士顶级的5轴联动 CNC 机床，价值至少300万瑞士法郎。他蹲下身，侧耳倾听，异响的频率不规则，时高时低，有一种特殊的节奏。主轴共振，不对，传动系统失衡，也不像。他喃喃自语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陈默猛地站起来，看到克劳斯正面无表情地盯着他。对不起，克劳斯先生，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陈默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帮忙？”克劳斯冷笑一声：“一个扛麻袋的临时工能帮什么忙？别碰这台机器，坏了你赔得起吗？滚回去干你的活！”陈默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灰溜溜地走开了。第3天清晨，陈默刚进车间，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3号机床周围挤满了人，克劳斯正拿着电话冲着话筒吼：“我管你们有什么困难，必须马上派人来。对，现在，立刻！”挂断电话后，克劳斯一拳砸在机床上：“该死！总部说最快也要后天才能派技术专家过来。后天？那批货明天就得交付。”托马斯站在一旁，脸色惨白。克劳斯先生，要不我们试试更换整套4伏系统？更换？你知道那要多少钱吗？而且根本来不及。克劳斯抓着头发，整个人像是要崩溃了。陈默咬了咬牙，走上前去：“克劳斯先生，我觉得我知道问题在哪儿。”车间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陈默身上。克劳斯愣了几秒，然后爆发出一阵狂笑：“你说你知道？一个连德语都说不利索的临时工，你告诉我，你知道问题在哪儿？”周围的德国工人也跟着笑了起来，眼神里满是嘲讽。托马斯折腾了2天都没找到原因，公司的技术部门都束手无策，你一个扛麻袋的，凭什么说你知道？一个工人讥讽道。陈默脸涨得通红，但还是坚持说：“我学过这方面的知识，我真的觉得可能是4伏电机的参数有问题。”参数？克劳斯打断他，声音里满是不屑：“你以为这是什么游戏机吗？这是价值300万的精密设备。托马斯可是机械工程硕士，在这个行业干了10年，他都搞不定，你觉得你行？”我只是想。沉默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想什么想？滚一边去！克劳斯一挥手，再胡说八道，今天就不用来了。沉默站在原地，拳头紧握，指甲几乎嵌进掌心。行了，行了，都散了。克劳斯挥着手赶人，继续干活，别围观。工人们陆续散开，有几个还在窃窃私语，时不时朝沉默这边投来嘲笑的目光。弗兰茨走过来，拍了拍沉默的肩膀：“小子，别放在心上，这帮家伙就是这德行。”沉默苦笑：“我真的觉得我能修好，我相信你。”弗兰茨压低声音：“不过现在不是时候。克劳斯那混蛋正气头上，你再说什么都没用。”那天晚上，沉默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那个异响一直在脑子里回荡。凭借多年的专业积累，他几乎可以确定问题所在。第4天早上，沉默顶着黑眼圈来到车间，3号机床依然在发出那种令人抓狂的异响。克劳斯的脸色比昨天更难看。还是不行？弗兰茨凑过来低声问。托马斯昨晚加班到凌晨，试了10几种方案，全都没用。另一个老工人摇头，听说克劳斯已经写好辞职报告了。这次订单要是砸了，整个车间都要倒霉。沉默听着，手心直冒汗。中午，所有人都去食堂吃饭了，车间里只剩下零星几个人在远处忙活。沉默站在3号机床前，深吸一口气。异响声再次传来，刺耳的让人头疼。他咬了咬牙，走到控制面板前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脚步声。
陈默赶紧后退几步，假装在擦拭旁边的工具箱。一个戴眼镜的工人路过，瞥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径直走向了另一边。陈默等那人走远，再次靠近控制面板。他抬起手，又放下，又抬起。10分钟后，陈默从机床旁边离开，脸色苍白，额头全是汗。下午2点，工人们陆续回到车间。第一个注意到变化的是托马斯，他刚走到3号机床旁边就愣住了。异响没了。克劳斯快步走过来。什么？托马斯打开控制面板，眼睛瞪得滚圆，机器正常了，运行参数全部在最优范围内。怎么可能？克劳斯一把推开托马斯，盯着屏幕，这怎么回事？谁动过这台机器？车间里的工人们面面相觑，没人敢说话。陈默站在角落里，低着头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检查监控，克劳斯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。托马斯面露难色，克劳斯先生，车间的监控上周坏了，还没来得及修。该死！克劳斯一拳砸在桌上，那就查操作日志，看看午休时间谁登录过系统。托马斯快速操作着电脑，然后摇头，没有任何登录记录。系统显示最后一次登录还是昨晚我调试的时候。不可能！克劳斯凑过去看，参数明明被改过，怎么会没有记录？可能是系统自己恢复了。一个工人小声说：“自己恢复？你以为这是人工智能吗？”克劳斯气得直跺脚。托马斯，你调整了这么久都没用，结果机器午休后自己就好了。你觉得这说得通吗？托马斯擦着额头的汗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要不我仔细检查一下参数设置。快去查。托马斯对着屏幕研究了足足半小时，最后抬起头，眼神复杂。克劳斯先生，我发现了4伏电机的 PID 参数被人调整过。我就知道。克劳斯猛地一拍桌子，被调成什么样了？这个，托马斯犹豫了一下，被调得非常精确。这组参数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比厂家的标准参数还要优化。而且什么？而且这不是随便改就能达到的效果。托马斯咽了咽口水，需要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。我甚至怀疑这是机械动力学专家才能做出的调整。车间里鸦雀无声，会不会是厂家那边远程登录调整的？有人猜测。托马斯摇头，厂家没有我们系统的远程权限，而且也没有收到任何技术支援请求。那就是我们内部的人干的。克劳斯环顾四周，午休时间，车间里还有谁？我在的。弗兰茨举起手，不过我一直在仓库那边抽烟，没靠近过3号机床。我也在东边调试2号机。另一个技术员说，我去了趟洗手间。我在办公室整理文件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。克劳斯皱眉，就这些人？哦，对了。汉斯突然开口，还有那个中国小子，他说魏腾没去食堂，不过他应该一直在仓库休息，我看到他在那边躺着。那个临时工，克劳斯冷哼一声，他要是能调好这台机器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众人哄笑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工厂大门口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，所有人都扭头看去，一辆银色的保时捷缓缓驶入厂区，车牌号显示这是公司总部的车。从车上下来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穿着考究的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身后跟着2个拎着金属箱子的年轻人。是技术部的施耐德工程师。托马斯惊呼。克劳斯脸色一变，赶紧迎上去。施耐德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没有申请技术支援啊。施耐德没理他，径直走向3号机床。他打开金属箱，拿出各种检测仪器，开始对机器进行全方位的检测。整个车间安静得落针可闻。10分钟后，施耐德抬起头，眼神凝重。机器现在运行状态如何？非常好。托马斯结结巴巴地说，比刚出厂时还要稳定。我知道。施耐德深吸一口气，这组参数是谁调整的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克劳斯擦着汗，
午休时间机器突然就好了，但监控坏了，系统也没有登录记录。施耐德沉默了几秒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知道这组参数意味着什么吗？”没人敢回答。这台机器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型号，投入使用才半年。施耐德的声音很沉，但厂家提供的标准参数存在一个缺陷，在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后会出现机械共振。我们技术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已经研究了3个月，投入了上百万研发资金。他顿了顿，而现在这台机器上的参数设置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克劳斯倒吸一口凉气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调整这组参数的人在机械动力学方面有极高的造诣。施耐德环顾四周，我需要见到这个人。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干的。克劳斯脸上全是汗。施耐德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然后拿出电话，我现在向总部申请技术专家组全体出动，无论如何必须找到这个人。当天傍晚，消息传遍了整个工厂，听说总部要派一整个技术专家组过来，就为了查一个改参数的人。你不懂，施耐德工程师说这组参数价值1000万。1000万？疯了吧？陈默默默地收拾着工具，手一直在抖。弗兰茨走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小子，是你干的吧？”陈默猛地抬头，脸色煞白：“弗兰茨，你……别紧张，我不会说出去。”弗兰茨叹了口气：“不过你小子胆子真大，敢动那台机器。”我就是看不惯那个异响。陈默声音发颤：“现在怎么办？总部的人要来了。”弗兰茨看着他：“你打算承认吗？”陈默咬着嘴唇没说话。第二天，工厂总工程师贝克尔亲自来到车间，对3号机床进行了全面的技术评估。测试结果让所有人都震惊，经过调整，这台机器的性能指标全面提升，精度误差缩小了 40%， 能耗降低了 25%。 这不可能，贝克尔盯着数据报告，这种级别的优化需要对机床的每一个子系统都了如指掌，需要上千次的测试和计算。消息很快传到了集团总部，技术部门的高层震动了，要求立即获得详细的技术报告和现场数据。第3天下午，克劳斯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他匆忙挂断电话后，看向窗外，5辆黑色奔驰正缓缓驶入工厂大门。他们来了。克劳斯紧张地擦着汗。集团总部的技术总监们全部到齐，就为了那次调整。陈默看着从车里走出的10几位西装革履的德国专家，喉咙发紧。不就是修了个异响，用得着这么大阵仗？大阵仗？克劳斯苦笑：“你根本不知道你碰到了什么。”话音刚落，穆勒已经带着一众专家快步走到3号机床前，随行的技术助理立刻铺开检测设备，连接机床控制系统，一连串专业的检测数据瞬间跳落在平板电脑上。穆勒俯身盯着屏幕，眉头拧成一团，原本倨傲的神情一点点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凝重。指尖在屏幕上反复滑动，核对每一组参数，脸色从苍白逐渐变得铁青，又慢慢转为震撼。整个车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目光紧紧盯着穆勒一行人，连工头汉斯都不敢出声，站在一旁缩着脖子，全然没了平日里的嚣张。陈默攥着手里的工具，指尖微微发紧，心脏在胸腔里砰砰直跳。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，只想继续躲在角落，假装这件事和自己毫无关系。他只是个临时工，只想安稳挣点钱续签证，不想卷入任何风波，更不想面对这群全球顶尖的技术专家。可穆勒的目光却精准地锁定了他。穆勒放下平板，推开想要上前汇报的贝克尔，一步步朝着沉默的方向走来，皮鞋踩在车间的水泥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众人的心尖上。他的眼神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审视，而是带着一种复杂的、混合着震惊、疑惑与求证的光芒，直直落在沉默身上。是你。穆勒站定在沉默面前，声音比刚才低沉了数分，没有了最初的暴怒，却更显分量。
3天前是你调整了这台机床的参数，解决了异响问题。陈默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，周围所有的目光再次齐刷刷汇聚过来，有好奇，有嘲讽，有期待，更多的是不屑一顾的质疑。克劳斯更是立刻上前，对着穆勒连连摆手：“穆勒先生，您搞错了，他就是个中国来的临时工，每天就干些扛麻袋、擦工具的粗活，别说调机床参数，他连机床的操作系统都未必会用。就是他来这里才半个月，除了干苦力，什么都不会。我们专业的技术员折腾了10几天都没辙，他一个打零工的，怎么可能修好？肯定是巧合，说不定是机床自己恢复了，跟他没关系。”议论声此起彼伏，带着毫不掩饰的种族偏见，一句句扎在陈默心上。他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原本想要否认的话，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弗兰茨快步走过来，挡在陈默身前，对着穆勒沉声道：“穆勒先生，午休的时候，整个车间只有他留在这，他是学精密机械专业的，他有这个能力。”一个老工人的偏袒算不上证据。穆勒身边的一位资深专家冷冷开口，随即看向陈默，目光锐利：“年轻人，你敢说这台机床的参数是你凭借专业知识调整的，而不是误打误撞？”所有人都等着看陈默退缩、否认，等着看这个不起眼的中国临时工落荒而逃。陈默深吸一口气，推开挡在身前的弗兰茨，抬起头迎上穆勒和一众专家的目光，没有躲闪，没有怯懦，原本带着疲惫和卑微的脸上渐渐浮现出专业人士独有的从容与坚定。他微微点头，用不算流利却异常清晰的德语一字一句地回答：“是我，机床的参数是我调整的。”这句话一出，车间里瞬间炸开了锅。克劳斯当场失声笑了出来，满是嘲讽：“你疯了？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台机床的技术难题，我们总部研发3年都没解决，你随口就敢承认？”穆勒抬手制止了喧闹，眼神紧紧盯着陈默：“你知道你调整的参数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不能给出合理的技术解释，你需要为擅自触碰公司核心设备承担责任，我们可以立刻起诉你。”“我知道。”陈默平静的回应，随即转身朝着3号机床走去。他走到机床操作面板前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伸手点开参数页面，动作熟练而流畅，全然没有了平日里干苦力时的笨拙。这台5轴联动 CNC 机床，厂家预设的 PID 参数在低速作业时没有问题，但长时间高负荷运转，主轴与4伏电机的运转频率会产生耦合共振，异响就是共振产生的，长期下去会直接损耗机床核心部件，降低加工精度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格外沉稳，指尖点在屏幕上的一组参数上，继续说道：“共振频段在 3.2 赫兹和 5.7 赫兹，我只是微调了比例系数和积分系数，避开了共振区间，同时优化了电机输出功率，让运转频率保持平稳，异响自然就消失了，精度和能耗也会随之提升。”在场的都是行业顶尖专家，沉默的话一出口，穆勒和贝克尔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极致的震撼。他们立刻调出机床的运行数据，对照沉默所说的内容，每一项都精准吻合，甚至比他们研发团队设想的最优方案还要完善。穆勒拿起检测报告，双手微微颤抖。他们耗费3年时间，投入千万资金，始终卡在共振问题上，却被一个异国临时工仅凭听一响调参数就轻松解决了。你学过精密机械？穆勒的语气终于放下了所有傲慢，带着一丝求证。国内本科机械设计研究生精密制造，参与过3年高端机床研发调试。沉默如实回答，语气平淡。来瑞士后，学历不被认可，只能打零工。现场瞬间陷入死寂。克劳斯站在一旁，脸色由红转白，再转青，想起自己之前对沉默的呵斥、嘲讽，百般轻视，想起自己那句你赔不起，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，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再也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。技术员托马斯低着头，满脸愧疚，他钻研了10几天，却连问题的根源都没找到，和沉默相比，差距一目了然。穆勒沉默片刻，朝着沉默深深鞠了一躬，
动作郑重而诚恳。陈先生，我为我之前的偏见和无礼向您道歉。您的专业能力是我从业30年来见过最顶尖的，是我们低估了您，更低估了来自中国的技术人才。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贝克尔也上前一步，语气恭敬：陈先生，我代表工厂正式邀请您留下来，担任我们的技术主管，全权负责所有精密机床的调试与维护。穆勒立刻摇头，打断了贝克尔的话，语气无比坚定：不够。陈先生的能力足以胜任集团研发中心的首席技术工程师，我现在就向总部申请，聘请您加入全球研发团队，主导高端机床的技术优化项目，薪资、职位、待遇全部由您定。现场一片哗然，所有人看向陈默的目光彻底变了，从最初的轻视、嘲讽变成了此刻的敬畏、钦佩，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种族偏见。那些原本嘲讽他的工人纷纷低下了头，看向他的眼神里满是愧疚与尊重。陈默看着眼前一众态度诚恳的专家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半个月来的委屈、卑微、不公，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他没有立刻答应，而是看着穆勒缓缓开口：我可以接受邀请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您说。穆勒立刻应声，没有丝毫犹豫。第一，工厂取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学历歧视和种族偏见，公平对待每一位员工，凭能力和本事说话，不再区别对待。第二，我希望集团能和中国的精密机械企业建立技术交流合作，技术没有国界，不该有壁垒，我们互相学习，共同提升。穆勒当场满口答应，对陈默的格局和胸怀更是多了几分敬佩。当天下午，穆勒就亲自为陈默办理了入职手续，工作签证由集团全权负责办理，薪资是他之前打零工的几10倍。陈默终于不用再扛麻袋、干苦力，换上了干净的技术工装，坐在了技术办公室里。之后的日子里，陈默彻底展露了自己的专业实力。他不仅把3号机床的性能优化到极致，更逐一排查了工厂里其他精密机床的技术隐患，解决了多个长期困扰团队的技术难题，让工厂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，产品合格率达到了100%。他为人谦和，从不摆架子，主动教车间工人基础的机床维护知识，耐心指导技术员提升专业能力。对待曾经嘲讽过他的克劳斯和汉斯，也没有丝毫报复，反而在工作上给予客观的指导。克劳斯和汉斯也彻底改掉了傲慢的态度，主动向陈默道歉，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，整个车间的氛围变得格外融洽。弗兰茨看着陈默的蜕变，满心欣慰，逢人就夸赞这个有实力、有格局的中国年轻人。半年后，陈默凭借卓越的技术贡献被调任集团总部，担任全球技术研发部总监，成为了行业内备受瞩目的顶尖技术人才。他始终坚守初心，一边深耕技术研发，一边积极推动集团与国内多家精密制造企业的合作，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的桥梁，把国内的先进技术理念带到海外，也把国外的优质技术资源引入国内，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精密机械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。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，华人技术人才从来都不逊色于任何国家的从业者。出身不分高低，职业不分贵贱，真正的实力从不会因为暂时的困境而被埋没。真正的匠人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都能凭借一身本事赢得尊重与认可。那些曾经吃过的苦、受过的委屈、遭过的歧视，最终都化作了成长的底气。在海外的土地上，他靠着自己的专业和坚守，既守住了做人的尊严，也为华人技术者赢得了荣光，更让所有人看到技术无国界，华人有实力，每一份默默深耕的努力都终将光芒万丈，每一种被偏见掩盖的才华都终将被世界看见。本故事为虚构创作，请勿与现实关联。感谢您的倾听，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您们带来启发和思考。我是若若爱分享，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关注。祝您阖家幸福，万事顺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